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多个反对派政团出现退党潮。周一，乱港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环称，收到警方文件，要求其就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资金来源、游行资料等作说明。多年来，作为香港反对派最大联合平台，民阵成为近年来香港社会黑暴活动的主要乱源之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及此事，称不评论个案，但重申市民言论、集会等自由受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并非无限制。民阵召集人陈浩环周一晚间到旺角警署报道，他收到警方文件，指民阵涉嫌违反香港社团条例第5条，要求民阵以书面形式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供6项资料，包括没有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民阵社交专业是否由民阵建立和管理，要求提供民阵由2006年9月至今举办的游行集会资料，以及要求交代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款项的银行及户口号码等。警方要求陈浩环于5月5号之前回复。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社团条例第5条中明确指出，若社团事务主任合理的相信取消该社团或该分支结构的注册或注册豁免，符合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在咨询保安局局长后，可取消任何社团或分支结构的注册。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得知，民阵曾于2006年7月18号按社团条例注册，后在9月11号申请取消注册，但按传媒及社交平台信息显示，民阵其后仍然以社团形式运作。香港民阵于2002年9月成立，最初只是负责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反对工作，但在2003年7·1游行后，逐渐成为反对派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反对派成员都参与其中，高峰时有60多个组织加入。民阵每年都会鼓动7·1游行，目标直指一国两制和特区政府施政。2014年，民阵发起的7·1游行结束后，当晚其成员学联和学民思潮又发起在中环静坐活动预演战中，这也成为长达79天的非法战中的开端。此后，民阵更是在所谓暴力抗争的路上越走越远。2019年6月9号，香港因修例风波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游行就是由民阵发起的，随后游行演变成骚乱，有暴徒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在整个修例风波中，民阵一直是蓝炒黑暴的乱港平台，几乎每次发起游行集会都为黑衣暴徒、港独分子搭桥铺路，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暴乱。还有消息指，民阵一直跟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勾结，接受境外反华组织的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民阵的幕后金主之一。在香港修例风波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大部分参与此事件的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就包括香港公民党、工党和民主党等，其中许多机构都是民阵的主要成员。2019年，民阵还致信61个驻港总领馆和办事机构，呼吁对香港发出所谓旅游警示。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民阵仍然公然叫板，在7月1号和10月1号企图发起游行集会，但在香港国安法震慑下最终无果。该组织头目岑子杰、欧若轩也因企图瘫痪特区政府管制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020年10月，接替岑子杰出任召集人的陈浩环曾在民阵发起游行遭香港警察反对后，多次以个人身份承接非法集会，涉及4宗案件、14宗罪。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及事件时，重申市民言论、集会等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保障，但非无限制。